大家好，我是 Winnie。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，也许你身边就有人正在经历戒掉一个长期的习惯后，如何重新找到自己。很多人觉得戒烟、戒酒、戒糖，只是不要再做某件事而已。但真正的挑战，往往在那之后开始，因为当那个习惯不在了，生活里忽然多出好多空白。那段时间，你可能会觉得无聊、孤单，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失去了某种快乐的能力。举个例子，很多人平常下班最期待的就是和同事小酌2杯，但当你决定不再喝酒，突然之间，好像也少了一种社交的理由。有些人会说，不喝也没关系啊，就喝无酒精的饮料就好。可是真实情况是，你会开始意识到，原来那杯酒承载的不只是味道，而是一整套生活的节奏。那如果不喝了，我们该怎么让生活仍然有趣？其实，戒掉旧习惯的同时，也是一个重新设计人生的好机会。我见过许多人戒酒后，开始重新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。有人投入跑步，有人学习手作，有人重新开始阅读，甚至有人开始画画。这些事情不见得刺激，但却能让人静下来，重新感觉自己还在前进。一位心理师曾说过，取代比克制更有力量，意思是，与其一直告诉自己不能做，不如去找到可以做的新选择。像有些人戒酒后发现，晚上跑个步，泡杯热茶，或看一集喜剧，反而睡得更好。生理上少了酒精的干扰，精神反而更清醒。但过程中也会有挣扎。很多人会问，我是不是变无趣了？这个问题其实很真实。当生活变得单纯，我们容易误以为没有刺激就代表没有快乐。但事实上，那只是大脑在适应不靠外在刺激的新节奏。这时候，最重要的是允许自己无聊，因为无聊是大脑重新长出创造力的土壤。当我们不再用酒精、糖分或社交的喧闹去填满时间，那些静下来的片刻，反而让你开始思考，我真正想过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。像有些人会利用这段时间去尝试以前放弃的兴趣，有人重新拾起画笔，有人报名烘焙课，有人开始晨跑。刚开始可能觉得笨拙，但当你越做越熟，身体与大脑会慢慢重建新的奖励机制，你会发现不需要靠酒精，快乐也能自然出现。我自己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很多成功戒酒的人后来都变得特别有纪律，他们学会用时间去堆叠稳定的快乐，比如每天运动、早起或写下感谢日记。这些听起来很普通的事，其实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自我效能感。当我们每天完成一点小事，就会重新建立对自己的信任。再谈谈身体的层面。根据台湾国健署资料，戒酒3个月后，肝脏功能会逐渐恢复，半年后睡眠品质显著改善，1年后罹患高血压与脂肪肝的风险会明显下降。但更令人惊讶的是，戒酒带来的不只是身体健康，还包括思考更清晰，情绪更稳定。这是因为大脑在没有酒精干扰下，神经传导物质的平衡会慢慢恢复，整体情绪也会跟着回稳。当然，重新适应这样的生活，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。有时候，你会怀念那种微醺的感觉，也可能觉得自己不像以前那么外向。这时候，不要急着给自己贴标签。所谓新的你，并不是要彻底换掉过去的自己，而是学会让生活有更多选择。有些人会在这段过程中发现新的创作力，像我认识的几位戒酒朋友，后来都开始写作、画画或经营 podcast。他们说，
清醒的脑袋让思绪更集中，也更能感受日常里的小细节。原本平凡的日子变得像重新上色一样。所以，如果你正准备戒掉某个习惯，不管是酒、烟、糖，或是某种依赖，请记得，戒除不是剥夺，而是重生。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探索那些久违的喜好，去体验不需要靠外力也能开心的日子。最后，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：如果明天醒来，你的生活可以重设，有哪一件事情是你想重新开始的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，也许你的经验能帮助正在挣扎的人。我是 Winnie，我们下次见。